世间因果循环，前世种因，今生结果。婆媳关系向来被视为家庭中最微妙的关系之一，谁又能想到，那些难以调和的矛盾与争执，竟是前世未了的缘分。古代杨府的少奶奶颜如玉与婆婆杨夫人是同水火，直到那日观音菩萨显灵，揭开了他们三生纠缠的因果。当前世的真相被一一道来，原来今生的怨恨不过是轮回中的一场考验。杨府是京城中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，家业兴旺，人丁繁盛。当家主母杨夫人已年过半百，头上白发渐生，却依然精神矍铄，掌管府中大小事务有条不紊，手段严厉却不失公正。杨府上下都敬畏这位主母三分，唯恐触了她的眉头。1年前，杨夫人的独子杨艳迎娶了商贾之女颜如玉为妻。初时，这位年轻貌美的少奶奶成为了杨府上下议论的焦点。众人都对这位出身虽不算显赫，但却聪慧灵动的新主子充满了期待。颜如玉初到杨府时，对这位在京城颇有威名的婆婆既敬且畏。她谨小慎微，处处留心，生怕在这深宅大院中踩了规矩，惹得婆婆不快。然而，这短暂的平静很快被打破，婆媳之间的矛盾如同埋在地下的暗流，逐渐浮出水面，令人触目惊心。春日的午后，杨夫人来到颜如玉的院落查看。颜如玉正在窗前绣着一幅精致的花鸟图。如玉，你又将绣线浪费了这么多，可知府中的开销岂是小数目？杨夫人皱眉看着散落一旁的绣线，语气中带着明显的不满。颜如玉慌忙起身行礼，低头应是：媳妇知错，只是这幅图样是要送给老爷的生辰礼物，想着做得精细些。她的声音轻柔，却掩饰不住内心的委屈。杨夫人冷哼一声：送礼？你当我儿子是什么阔绰之人？平日里该节俭的还得节俭。她走近几步，目光如刀般审视着颜如玉手中的绣品。况且你这绣工比起我年轻时差远了，这针脚不匀，色彩搭配也欠考量，如何拿得出手？颜如玉只能咬紧嘴唇，强忍泪水，将所有委屈都咽下。等到婆婆离开，回到自己的小院，她才敢让泪水滑落。丈夫杨艳虽然疼爱她，却在母亲面前总是低声下气，不敢多言，这让颜如玉感到更加孤立无援。府中的婢女桃儿见状，连忙上前安慰：少奶奶别难过，老夫人对谁都这样严厉，时间长了就习惯了。颜如玉擦干眼泪，苦笑道：我只是不明白，为何无论我如何努力，都无法得到母亲的认可。然而她不知道的是，在杨夫人那严厉的外表下，也藏着常人难以察觉的复杂情感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杨府的婆媳关系不但没有好转，反而愈发紧张。杨夫人似乎对颜如玉处处不满，从衣着打扮到言行举止，都能找出毛病来指责。而颜如玉也从最初的唯唯诺诺渐渐变得有所反抗，有时会委婉地表达自己的不满。夏日的一个傍晚，杨府设宴招待亲朋，作为少奶奶，颜如玉自然要打点一切。宾客满座，觥筹交错间，颜如玉亲自端上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糖醋鱼。这道糖醋鱼是小女子的心意，请各位品尝。颜如玉微笑着向宾客介绍，眼角不经意地瞥向上手的杨夫人，希望能看到她满意的神色。席间宾客纷纷称赞菜肴美味，杨艳也骄傲地看着自己的妻子。然而杨夫人尝了一口后，却放下筷子，面露不悦，味道太重，不合老爷子的口味。颜如玉脸上的笑容在瞬间凝固，她明明记得公公喜欢口味重些的菜式，前几日还特意询问过府中老仆，这样的场合被当众否定，让她倍感羞辱。娘，父亲平日里最爱吃如玉做的糖醋鱼了。杨艳小声为妻子辩解，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不满。你懂什么？杨夫人斥责道，目光如刀。你父亲年纪大了，
不宜吃太过油腻的食物。如玉身为儿媳，竟连这都不知道，还如何照顾一家老小？席间气氛顿时凝重，宾客们面面相觑，不敢多言。颜如玉强忍泪水，默默退到一旁。她感觉自己像是一枚棋子，在这深宅大院的棋盘上，无论如何走动，都逃不过被吃掉的命运。宴会结束后，回到房中，颜如玉终于忍不住向杨艳倾诉：夫君，我实在不知道母亲为何对我如此苛责。我已经尽力做好每一件事，可在她眼中，我似乎永远不够好。她的声音哽咽，眼中满是委屈。杨艳叹了口气，轻拍妻子的肩膀：娘性子刚烈，从小就是这般，你且忍耐些，时间长了，她自然会接纳你。这样的安慰她已经说过无数次，连她自己都不确定这是否只是一句空话。颜如玉摇摇头，眼中满是失望。这都1年了，情况不但没有好转，反而越来越糟。夫君，我真的很累。他望向窗外的月光，心中苦涩难言。这样的日子究竟何时是尽头？随着时间流逝，颜如玉越发感到窒息。杨夫人对她的挑剔已不仅限于家务琐事，甚至开始干涉她与杨艳的夫妻生活。每当杨艳显露出对妻子的宠爱，杨夫人就会阴阳怪气地提醒儿子不要被美色所惑，要以家业为重。燕儿，你可是杨家的独苗，肩负着延续家业的重担，岂能整日沉迷儿女情长？杨夫人的话语如刀，直戳杨艳的软肋。杨艳不敢反驳，只能应声称是，却在私下依然对颜如玉百般疼爱。这种夹在婆媳之间的为难处境，让她也倍感压力。更令颜如玉心寒的是，她偶然听闻杨夫人开始暗中为杨艳物色侧室，理由是颜如玉嫁入杨家1年有余，肚子仍是没有动静，恐怕难以延续杨家血脉。这个消息如同一盆冷水，将颜如玉本就脆弱的心浇得透凉。她不顾一切地冲到杨夫人的院落，平日的恭敬谨慎已被抛到九霄云外。夫人，您不能这样对我！颜如玉愤怒又绝望地质问婆婆，声音因激动而颤抖。我与夫君伉俪情深，为何要拆散我们？若是上天暂未赐子，也不该如此急躁啊！杨夫人坐在太师椅上，冷冷地看着他，眼中没有丝毫波动。杨家的香火传承，岂是儿女情长可比？你若真心为杨家着想，就该支持此事。难道在您眼中，我只是杨家延续血脉的工具吗？颜如玉泣不成声，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。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啊！放肆！杨夫人拍案而起，眼中迸发出怒火。你一个外人，有什么资格质疑我对杨家的决定？你可知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心血？那一刻，颜如玉心如刀绞。她终于明白，在婆婆眼中，她永远只是个外人，无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获得认可。她摇摇晃晃地转身离去，背影萧索的让人心疼。回到房中，颜如玉久久不能平静。她想起小时候听老人讲过，观音菩萨慈悲为怀，能解世间一切苦难。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颜如玉决定第2天去城郊的观音庙祈求指引，但愿菩萨能够给我一个答案，让我明白这无尽的痛苦从何而来，又将往何处去。他轻声祈祷，声音消散在夜色中。清晨，趁着杨艳出门办事，杨夫人去拜访亲友，颜如玉悄悄离开杨府，带着一颗沉重的心来到观音庙。买好香烛纸钱，颜如玉虔诚地跪在观音像前，将自己的痛苦和迷茫一一倾诉。菩萨慈悲，弟子颜如玉今日前来，只为求一个明白。她的声音低沉而诚恳，为何我与婆婆如此不和？我已尽力做好一个儿媳的本分，可她却是我如仇敌。若有前世因果，求菩萨指点，让我了却今生怨恨。颜如玉的泪水滴在冰冷的地砖上，她的内心充满了绝望和无助。庙中香烟缭绕，佛像庄严，
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抚慰他受伤的心灵。就在他准备起身离去的那一刻，异变陡生，庙中的观音像突然金光大放，整个大殿被神圣的光芒笼罩。周围的香客似乎没有察觉这一异象，依然各自诵经礼佛，仿佛这金光只对颜如玉一人可见。颜如玉惊恐地抬头，只见观音像面容慈祥，缓缓开口，声音温柔却又威严：善女子，你与杨夫人的怨结源于3生前的一段姻缘。自从那天在观音庙的异象之后，颜如玉的内心再也无法平静。那神圣的金光和观音菩萨的话语在他脑海中不断回响。你与杨夫人的怨结源于3生前的一段姻缘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姻缘，能让她与婆婆今生如此水火不容？更重要的是，她该如何化解这段宿命般的恩怨？颜如玉怀着忐忑与期待的心情，决定再探究竟。观音菩萨的声音如天籁般穿越时空，继续在颜如玉耳边回响，每一个字都仿佛烙印在她的灵魂深处。3生前的楚国，你名为启兰，是一位富商之女；杨夫人名为沈雪，是你家的丫鬟。金光中，一幅幅画面在颜如玉眼前展开，宛如亲身经历。她看到一个容貌与自己相似的富家小姐，衣着华丽，举止骄傲，而她身旁站着一个面容清秀的丫鬟，低眉顺眼，正是年轻时的杨夫人。那时的你恃宠而骄，养尊处优，经常责罚沈雪，稍有不满就打骂于她。观音菩萨的声音不带任何情感，却如利刃般刺入颜如玉的心脏。一日，沈雪不慎打碎了你心爱的玉簪，你大怒之下，逼她嫁给了一个粗鄙凶残的长工，导致她贫苦一生，备受折磨，最终郁郁而终。颜如玉看到那画面中的自己，因一时之怒将丫鬟推向悲惨的命运，而沈雪临走前那充满怨恨的眼神，竟与现今杨夫人看她时一模一样。她不由得惊讶地睁大眼睛，难以置信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。第二是你们的角色调转，沈雪投生为将军之女，享尽荣华富贵，而你则成为她府中婢女。观音菩萨继续道，她将前世的怨恨尽数返还，不仅让你尝尽了嫁给恶夫的苦楚，甚至使你失去了唯一的儿子，承受丧子之痛。颜如玉听到这里，双手捂住嘴巴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。她看到第二世的自己跪在雪地中哀求，而那高高在上的主母冷眼旁观，不施援手。原来今世的一切都是因果循环，轮回报应。第三世，你们有了解开夙愿的机会。彼时你为一村姑，沈雪为富家千金，你在她落水时奋不顾身相救，化解了部分仇怨，但心结未消。今生你们再次相遇，不是为了延续恩怨，而是为了终结它。观音菩萨的声音中带着慈悲，善女子，唯有真心的宽恕与理解，才能打破这个轮回。颜如玉深深叩首，额头触地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菩萨慈悲，弟子明白了，但婆婆对我的怨恨如此之深，我又该如何化解？她根本不知道我们之间的前世因果。回去后，你会在杨府后院的老枯井中发现一个玉盒，盒中物品将助你唤醒杨夫人前世的记忆。只有你们双方都明了因果，才能真正放下。观音菩萨的声音渐渐远去，记住，打破轮回的不是复仇，而是宽恕。话音刚落，金光消散，观音像恢复如初，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。但颜如玉知道，这是真实的启示。她站起身，擦干眼泪，内心已有了决断。回到杨府，颜如玉发现府中依然安静。她悄悄来到了许久无人问津的后院枯井旁，井口已被木板封死，表面布满了蛛网和尘土，显然已经多年无人靠近。他费力地移开木板，阳光照进深不见底的井中，隐约可见井壁长满了青苔。颜如玉从附近找来一根长绳，将小竹篮系好，
缓缓放入井中。他的心跳加速，不知道会发现什么，但内心深处却有一种奇怪的预感，仿佛命运的齿轮正在转动。奇怪的是，篮子并未碰触到水面，而是在距离井口约3尺处碰到了什么硬物。颜如玉小心翼翼地将篮子收上来，果然发现了一个泛着古朴光泽的玉盒。盒子上的尘土显示它已在井中沉睡多年，但奇妙的是，盒身并未受潮损坏。颜如玉的手微微颤抖，她轻轻打开玉盒，里面静静躺着一枚残缺的玉簪和一张泛黄的书信。玉簪造型精美，雕刻着凤凰牡丹图案，断口处却锋利如刀。书信已经泛黄，却依然能辨认出上面的字迹。颜如玉小心地展开信纸，上面写道：启兰小姐亲启，当您读到此信时，我已远嫁他乡。那日失手打碎您的玉簪，实是无心之失。您将我嫁与张长公，我本无怨，只恨命运弄人。但愿来世我们能有更好的相遇。下人沈雪叩首。颜如玉读完信，心如刀绞，3生前的恩怨就这样清晰地展现在眼前。他握着玉簪和信件，泪水再次盈满眼眶。观音菩萨的话在他耳边回响，只有你们双方都明了因果，才能真正放下。他决定找个合适的时机与婆婆坦诚相谈，打破这个持续了3世的怨恨循环。机会很快就来了。次日，杨艳外出办事，府中只剩下颜如玉和杨夫人。在晚膳时分，颜如玉鼓起勇气，将玉盒带到了杨夫人的房中。夫人，媳妇有一事相求。颜如玉轻声道，内心忐忑不安。杨夫人正在品茶，闻言抬眼，目光依旧冷淡，有话直说。颜如玉深吸一口气，将玉盒放在桌上。昨日我在后院枯井中发现了这个，想请夫人过目。杨夫人狐疑地看了一眼玉盒，似乎不太情愿，但还是伸手打开了它。当她看到那枚残缺的玉簪时，她的表情突然凝固了，她的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，脸色变得苍白，仿佛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。这是……杨夫人喃喃自语，声音中透着不可思议，仿佛被某种强大的记忆攫住了心神。她拿起玉簪，手指轻抚那断裂的边缘，眼神恍惚。我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。颜如玉静静地看着婆婆的反应，然后缓缓道出自己在观音庙的经历和所知道的前世因果。随着她的讲述，杨夫人的表情从震惊到痛苦，再到深深的自省。那些被尘封的记忆碎片仿佛被一一唤醒，在她脑海中重组成完整的画面。所以，夫人，我们今生的不和，原是3世的夙愿。观音菩萨说，只有真心的宽恕与理解，才能打破这个轮回。颜如玉跪在地上，真诚地说道，我已知晓前世的过错，愿意用今生来弥补，求夫人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共同化解这段恩怨。杨夫人沉默良久，手中的玉簪被她握得紧紧的。突然，她的眼中涌出泪水，这是颜如玉第一次看到这位坚强的婆婆流泪。我一直不明白，为何初见你时便有莫名的敌意，每当你表现得温顺和善，我心中的怒火反而更盛。杨夫人的声音低沉而哽咽，原来这一切都是前世因果。那些莫名的恨意，那些难以控制的情绪，都是前世留下的烙印。在那一刻，两人仿佛同时被带回了遥远的前世。杨夫人清晰地看到了自己作为沈雪时的卑微与苦楚，也感受到了启兰的傲慢与残忍。颜如玉则深刻地体会到了权力的滥用如何毁灭一个无辜女子的人生。媳妇，不，如玉。杨夫人第一次如此亲切地称呼儿媳，眼中的冰冷完全融化。我们被仇恨蒙蔽了双眼，错过了今生本该享有的亲情。颜如玉潸然泪下，心中的大石终于落地。夫人，弟子愿意用余生来弥补前世的过错，无论您如何对待我，我都不会再有半句怨言。杨夫人摇头，伸手扶起颜如玉，不，
这不是解决之道。观音菩萨说的对，唯有真心的宽恕才能打破轮回。我应当放下前世的怨恨，真正接纳你这个儿媳。我们不能再让仇恨主宰我们的命运。两人相对而泣，三世的恩怨似乎在这一刻得到了某种和解。窗外，夕阳西下，晚霞映红了半边天空，宛如新生的希望。从那天起，杨府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府中下人们惊讶地发现，杨夫人不再处处刁难颜如玉，而是开始耐心地教导她管理家务、与人交际的技巧。颜如玉也放下了防备，真心实意地尊敬婆婆，向她请教为人妻为人媳之道。杨艳惊讶于母亲和妻子关系的转变，却也乐见其成。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道家中的氛围前所未有的和谐，不再需要夹在婆媳之间左右为难。她也变得更加开朗自信。如玉，你最近与我娘相处融洽，可是用了什么妙计？翌日，杨艳好奇地问道。颜如玉微笑摇头，不是妙计，而是我们终于放下了心中的隔阂，真正敞开心扉。她没有告诉丈夫那段前世因果，只是在心中感谢观音菩萨的点化。不久后，颜如玉有了身孕，这个消息让整个杨府都沉浸在喜悦中。出人意料的是，杨夫人比任何人都关心这个未出世的孩子，亲自为颜如玉调理身体，准备各种补品，甚至将自己的老嬷嬷派去照顾她，生怕有半点闪失。如玉，你我前世的恩怨已经影响了两世的福祉，今生我们既已明了因果，就该珍惜这难得的缘分。一日，杨夫人拉着颜如玉的手，慈爱地说道，眼中满是柔情，这个孩子是我们新的开始，是命运给我们的礼物。颜如玉感动地点头，媳妇定当铭记夫人教诲，好好照顾杨家上下，不让您操心。傻孩子，我不是要你当个完美的儿媳，而是希望你能做自己。杨夫人语重心长地说，前世我们都太执着于身份与地位，才会造下今日的因果。今生既已相聚，当珍惜这段缘分才是。这番话让颜如玉恍然大悟，她一直以为要做个完美的儿媳才能获得婆婆的认可，却不知真正的相处之道是彼此尊重，互相理解。日复一日，杨府的婆媳关系不仅和睦，甚至成为了城中佳话。有时会有亲友好奇地询问这转变的缘由，杨夫人和颜如玉总是相视一笑，只说是观音菩萨的慈悲开导。半年后，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，颜如玉产下一名健康的男婴，取名杨福言，寓意福泽绵延。杨夫人抱着小外孙，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，眼中满是慈爱和欣慰。看着他，我仿佛看到了生命的延续。杨夫人轻抚婴儿柔嫩的脸庞，感慨道，前世的恩怨，今生的纠葛，到他这里，希望能有个新的开始。颜如玉靠在床头，脸上虽带着产后的疲惫，却满是母亲的幸福光芒。她握住婆婆的手，夫人，我相信会的。观音菩萨曾说，我们今生相遇是为了终结恩怨，有了这个小生命，我们的缘分更加紧密，再也不会被仇恨分开。是啊，这孩子是我们共同的希望，是命运给我们的馈赠。杨夫人微笑着点头，眼中闪烁着泪光。沈雪与启兰的怨恨，就让它随风而去吧。随着小福言的成长，杨府充满了欢声笑语。这个家庭不再被前世的阴影笼罩，而是沐浴在新生的阳光中。颜如玉和杨夫人的关系愈发亲密，如同真正的母女，互相扶持，互相理解。娘，您看福言的鞋子我绣好了。颜如玉将一双精致的虎头鞋递给杨夫人，脸上带着期待的神色。杨夫人接过鞋子，仔细端详，赞赏地点头，绣工精细，图案生动，比我年轻时做的还要好。这样的称赞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，如今却成了日常。都是娘教导的好。颜如玉甜甜一笑，心中满是感激。日子
一天天过去，杨府的婆媳关系不仅和睦，甚至成为了城中佳话。有时会有亲友好奇地询问，杨夫人和颜如玉总是相视一笑，只说是观音菩萨的慈悲开导。3年后的一个夏日傍晚，杨夫人和颜如玉带着小福颜再次来到观音庙，三人一起跪在观音像前叩首。庙宇依旧古老幽静，但在他们心中，这里已成为了改变命运的圣地。菩萨慈悲，弟子今日前来，是为感恩。杨夫人真诚地说道，眼中闪烁着感恩的泪光。若无菩萨点化，我与如玉恐怕仍在夙愿中挣扎。如今我们已解开心结，愿菩萨见证，我们再不会因前世恩怨而生今生纷争。颜如玉也虔诚地磕头，弟子愿以此世善行弥补前世过错，也祈求菩萨保佑小福颜平安喜乐，不被前世因果所扰。小福颜似懂非懂，却也乖巧地学着大人的样子叩首。在最后一拜起身时，颜如玉恍惚间看到观音像嘴角微微上扬，那慈悲的面容仿佛在微笑，金光再现，却只有一瞬，仿佛是菩萨的默许和祝福。回杨府的路上，杨夫人忽然说道，如玉，你可还记得观音菩萨最后告诉我们的话？颜如玉点头，记得。菩萨说，因果循环不是为了惩罚，而是为了让灵魂成长。我们今生的相遇，既是前世的果，也是来世的因。是啊，今生我们能够放下前世的恩怨，来世必有福报。杨夫人看着天边的晚霞，眼中满是祥和。或许来世，我们能以更好的方式相遇。无论以何种方式相遇，我都希望能认出您来。颜如玉真诚地说，心中充满了感恩。小福颜在两人之间蹦蹦跳跳，天真无邪的笑容如同新生的希望。他的存在是对前世恩怨最好的化解，也是对未来最美好的期许。从那以后，杨府的婆媳二人相处如母女，杨家也愈发兴旺。人们常说杨府有福气，却不知这福气背后是一段跨越3生的因果和一次充满慈悲的宽恕。因果轮回，爱恨纠缠，唯有放下执念，方能获得真正的自由。婆媳之间本是前世的缘，今生的份，领悟此理，家和万事兴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